奥运的时候，那个傅园慧的，就是游泳选手，他在媒体面前公开的讲他经期来，所以有这样的成绩，他已经很满意了。傅园慧当初讲出那种话，也是有很多媒体觉得说不应该在公共场合讲这种议题。在傅园慧之前，女性选手不会公开讨论月经，在庞大的比赛压力下，月经被当作私人事务。潜意识里面会觉得说它就是会影响到我运动表现，所以我讲出来可能就是会觉得说把这个跟运动表现不好的部分做连结，就会有比较负面的一些印象。我们就会用那个代替，因为我教一些比较国外的选手，他们可能就听不太懂，所以我们就会直接讲哦，你月经来嘛。台湾小孩就可能会比较小声跟你说哦，教我那个来这样。对，因为选手会觉得说他可能说出来。然后让自己运动表现不好这件事情，我讲出来会不会让教练或是我队友觉得我在找理由？从什么时候开始，月经变成了无法讨论的禁忌话题？在教育部所发布的12年国教课纲中，小学5、6年级应该学习月经相关知识，而事实上，可是学校好像也没有教，我印象中。你说直接跳过这样子？其实我印象中国小是没有，国中可能因为我上体育班，我们没有体育跟健康课，其实这都是我们可能自己问家长这样子。学校的月经教学往往轻松带过，常常只能靠自己从网络摸索，或者从比赛中学习。可能会多保护一点，就是可能不会直接贴一片，会贴大片一点，然后后面可能就尽量把它贴，比较像是梯形吧，就是贴一个很长，然后再贴一个短的这样子，就是不要让它有露出来的机会。其实再怎么努力，都还是容易露出来，因为动作幅度真的太大了。所以有露出来过吗？常常不知道他要来，就是也没有算好，然后他就突然来，就会那时候刚好穿浅色裤子，就直接有那个血，就赶快去厕所给先冲一冲，就是搓掉，就是继续比这样子。多穿一件黑色小短裤在里面。哦，那是帮那个卫生棉掉掉出来。下来。练球的时候真的有人掉出来了，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是谁的。它掉在哪里？球场上面。它其实应该是每个女性运动员每个月都会碰到的一个议题，几率会远比运动伤害来得高。所以其实我们女性运动员其实应该要去了解自己的身体，在月经周期的时候它会发生什么变化。不避讳、不遮掩的生理课，能让选手更了解自己的身体。我们决定推出女子选手应援包校园计划，筛选各种实用轻便的生理用品，搭配生理期图文解说手册，为选手重新补课。你知道它要怎么用吗？我不知道。猜猜看，猜猜看。对对对，然后通常手没有办法，对对对，会这样。你手没有办法帮到，手没办法那么进去，手会在他屁股这边推进去。看到这些，感觉蛮惊讶的，因为从来没看过。我觉得可以多尝试，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感觉可以取代卫生棉，比卫生棉舒适的。像这个的话，我就觉得它感觉这个可以固定住，就不会像那个卫生棉它就会跑掉，因为每次练习练一练，它就会这样跑上来，就会卡到，很不舒服。这个我最想尝试。为什么？感觉简单轻松。我觉得环保很重要。卫生棉以外的其他选择，能够减少可能发生在赛场上的尴尬窘境，让他们更无感地度过生理期，更专注于比赛。我觉得这本册子图文并茂，我觉得蛮适合学习的。就是这些图都蛮清楚的，我觉得像之前他们都是用讲的，我都听不太懂。对，就只能自己靠自己摸索。我可以搭配这本书，然后再用我的讲法告诉他们这样子，我觉得蛮好的。你不要觉得说哦，今天有来，今天就是一个特别的一天，然后明天没有，明天就是比较平常的感觉。要把这些事情当成是自然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你要和平的跟它共处啊。没有人应该缺席认识自己身体的必修课。我们需要你的赞助和支持，让女子选手应援包走入校园。